昨天啊，周六休息一天，很多人到我 YouTube 下面留言说：“王局你怎么不更新了，是吧？还等着呢。”我知道这些朋友啊都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呢也会休息一天，或者是周六，或者是周日啊。但是你看这休息的时候吧，就容易发生新闻。你看昨天的时候呢，在网上啊、微博上啊、抖音上啊，就都是关于上海巴黎贝甜的事儿。这巴黎贝甜呢是一家韩国的品牌，就生产的烘焙产品的，就是蛋糕啊、这个饼干呐，还卖一些咖啡啊。进入上海市场时间也不长，然后呢，前天了啊，前天上海市的行政部门呢对他进行了处罚，罚了他58万。事情的原委啊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上海疫情发生了，这家这个巴黎贝甜的这个烘焙店呢，他自己的工厂没办法生产了。因为生产出来其实也没有办法销售了嘛，于是他们就把生产车间呢都给停了。停了之后，这个员工要安排啊，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些员工啊安排在自己的培训中心。我猜啊，可能有2个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当时疫情期间啊，这些员工说实在的也没地儿去，你想离开上海可能也非常困难。然后呢，你不离开上海，你在上海其他地方也没地方住。第二呢，你住在培训中心呢，对于一家刚刚建立起来的企业，重新进行一些培训，让这些人再增长一些技术，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就在这个时候呢，上海市的疫情啊越来越严重，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人道灾难。这大家都知道，真有人吃不上饭，真有人买不到菜，就是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可能现在可能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得到，但是呢就真发生了。那么于是呢，就是这个巴黎贝甜呢，培训中心周围的一些老百姓啊，就想买蛋糕，就想买饼干。这巴黎贝甜一想，自己的培训中心里面是不是有设备、有原材料，还有自己的员工？于是呢，就3下5除2就开始生产了一些面包啊、蛋糕啊这样的产品，做了几百份卖，但卖了出去。但一共也就卖了3天，被有关部门知道之后就给叫停了。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事隔4个月之后，上海市的行政主管部门开出了罚单，对这个巴黎贝甜呢，一共罚了58万。据他们说呢，还算是网开一面啊，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对这种没有生产销售许可证的，要处以10倍以上的罚款。那么10倍以上，你5万不就是50万起嘛，是吧？这个法律上确实是没有问题，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啊，食品生产必须要先获得许可才可以进行生产，而且你只能在获得许可的地点进行生产。就比如说你巴黎贝甜其实是有生产许可证的，但是它的生产许可证只是在自己的生产工厂里，那么这个许可证只是在它的工厂里头有效，离开了工厂就无效了。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对巴黎贝甜的处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啊，没想到这个处罚一出，上海市的老百姓不干了。老百姓啊都在支持巴黎贝甜，都在谴责上海市的行政主管部门乱罚款。于是呢，上海市的老百姓啊就到大街上，到巴黎贝甜的这些烘焙店，要发起一个叫买空巴黎贝甜的这样一个活动，以实际行为呢来支持巴黎贝甜。这件事呢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一方面巴黎贝甜当时的生产行为确实是违法违规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政府的处罚呢，老百姓又完全不买账，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件事情。我认为啊，这背后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老百姓认为啊，你政府的这个对巴黎贝甜的处罚是选择性执法。为什么呢？你想想，上海封城期间啊，你那个当时在小区里搞团购那些人，那有食品流通许可证吗？你不要认为这个食品呢生产的时候是要许可的，流通也是要许可啊。你没有流通许可证，你搞团购，你违法不违法呀？按道理来讲也违法吧。还有你当时呢，居委会你分发食品，你居委会分发食品，你有食品的销售许可证吗？你没有吧？你没有销售许可证，你居委会分发食品也违法。按道理来讲啊，还有了，你当时上海市发的那些食品里头，上海市市民有很多人都说本身就不合格呀，有的人还发现了那个奶头猪，上海人都知道的。那你那些你处罚了吗？也并没有处罚呀，对吧？所以呀，
其实当时违法违规的现象很多，那你为什么单独处罚这个巴黎贝甜呢？我们经常说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指的啊不仅仅是法律面前有一条线，谁触犯了谁都违法，更重要的一点，同罪同罚，就所有违反法律的人都能得到法律的处罚，这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只是某些人犯法，你才处罚，而其他人犯法就没事儿，这就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的情况是啊，就是很多人在上海疫情期间，如果你严格的按照法律来讲，都犯法了，都违规了，那你为什么唯独处罚巴黎贝甜呢？为什么跟政府有关的那些部门犯法就没事呢？更何况你政府，你天天说别人寻衅滋事，发布一个消息你们把人抓起来，但你上海市政府一开始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言之凿凿说上海不会封城，大家都记得，都录着呢，播出去了，但是没过2天你就封城了。很多人听信了你上海市政府的这些当时的谣言，我们打着引号的谣言啊。后来呢，家里头什么都没有，结果呢，封了几天之后没有饭吃，那这个责任谁该来负呢？按道理，按照你们平时处罚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标准，这些上海市政府的决策部门早就寻衅滋事了，早就可以被抓起来了。但为什么你自己可以知法犯法不受处罚，而普通的一个企业你却拿它去杀一儆百呢？对吧？而且呢，还要通过这种示众的方式来表达对它的处罚呢？所以很多老百姓不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符合比例原则。这巴黎贝甜呢，前后一共就卖了3天，这个所有的货值加起来也就5万人民币。按照上海市这个行政部门的解释啊，他说呢，这是10倍，法律规定就10倍起罚，所以他们还网开一面了，并没有从重，也没有从快，4个月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人家挺有温度的，执法挺有温度的了啊。但是你想想，我们普通老百姓内心也有一根尺子。就是说，一个人他即便违规了，或者一个组织违规了，他所受的处罚和应该他那个法律违规之间啊，应该是怎么说呢？要罪行相适应。所谓罪行相适应，就是老百姓心目中有一个尺子，人家一共货值5万，你罚人50多万，他又不是生产所谓的假冒伪劣产品，又不是生产所谓的这个不能吃的黑心食品，这种情况下你罚10倍，是不是就有点不太符合比例原则呢？你比如说，我多年前啊，那个国内曾经发过一条新闻，一个大学生掏鸟窝，据说啊掏的这个鸟呢是什么一个珍稀的保护动物啊，结果一下被判了10年。这个新闻当时引起了公众非常大的心理不适，为什么？就是因为就这样一个行为啊，跟他们内心中间的自己道德上认定的所谓的这个尺子之间不匹配，所以看了这样的新闻之后有极度的不适感。就这件事情，即便是巴黎贝甜他违规了，违反了法律了，其实普通人也认为处置过重，罚之过重，这是第二个原因啊。第3个原因，对这个规则的维护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这个规则在起作用，在发挥作用。如果你这个规则啊不发生作用的时候，进入到一种失序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对规则的维护本身呢就没有绝对的正当性了。咱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一般开车上街都得去遵守红绿灯，对吧？因为红绿灯给我们带来的交通秩序嘛。如果你闯红灯，肯定要罚你，甚至有可能吊销你的执照。但是假如说我们假定啊，要是有一个黑客把这个红绿灯系统给搞乱了，这红绿灯开始乱跳的情况下，公众并不知道，开车的并不知道，但是他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他无所适从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如果闯了红灯过去的时候，你还有必要，或者说你还能够对闯红灯的行为进行处罚吗？不行了吧？为什么不行了？因为你红绿灯这个系统已经不能维护交通秩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维护交通秩序本身的功能丧失之后，你就没有处罚依据了。咱们再换言，这个时候路口乱了，出来一个人，他站在马路中间开始指挥交通，说你这边停，往那边走，是不是？然后你这边停，往那边走。这个人
他不是警察，不是交通警察，但是呢，他基于对交通秩序的维护，做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疏导。你当然可以说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又不是交警，你凭什么可以在马路中间去发号施令？你能处罚他吗？不行吧？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这个交通秩序失序之后，你所有对那些秩序本身的维护已经丧失了正当性。这个时候啊，其实普通公众在重建秩序，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间，其实你对违反原先规则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时候，就违背了什么？如果我们说高一点，就违背了自然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法律啊，法律中间的权利啊、责任呢，它来源于什么？不是来源于成文法本身，而是来源于我们内心，根植于我们内心最朴素的、最深处的那种正义观。比如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没有法律之前呢，其实啊，可能它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秩序。那么有了法律之后，我们才只不过把这些我们内心中间最朴素的正义观，把它外化为一种社会的显性秩序了，这就是法律。所以法律跟这个我们内心的这种所谓的正义观之间应该是匹配的。如果完全不匹配，或者是差之过大的情况下，公众对法律的处罚本身就会侧目。这个案子其实最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上海市当时能够给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配备足额的、充分的、充沛的食物的话，你这个时候对那些没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处罚的时候就有理由。但是当你已经造成了人道灾难，大家想吃饭没有饭，想吃东西没有，想买东西买不到的情况下，你要处罚一个给普通老百姓提供食物的企业，就没有正当性。这是第3点。第4点，任何法律、任何规则啊，都不应该限制普通公民的自救行为。就是法律本身是一种秩序，但秩序之外都有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就是公民自己自救的行为不应该接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应该被惩罚。大家可以想一想，上海当时那一种什么状况？就是没有饭吃嘛，很多人家里没有食物嘛，就断顿了嘛。然后呢，居委会本身又不能提供食物嘛，你社会系统乱了嘛。这种情况下，企业跟普通老百姓之间，其实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救，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对于巴黎贝甜来说，他的工人不能生产了，工厂停工了，他把它放到自己的培训中心里头去，让这些培训中心里头自己的员工进行组织生产。生产的时候呢，如果还能再有一点点收入啊，对他企业来说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救。而对于上海市的市民来说，政府不能给他提供食物，这个时候有一家叫巴黎贝甜的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这不就是自救吗？我在你政府提供的系统之外，我自己找到了一条可以给自己找到饭吃的途径，这不就是自救吗？任何自救的行为都不应该受到惩罚，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大家可以看啊，任何国家的成文法里头几乎都有类似的条款，比如说紧急避险。所谓的紧急避险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政府不能提供那些安全保护的时候，我自己采取那些措施，我是免责的。即便是在你的正常的法律秩序的规定之下，可能是违法的，但是它也会免责。比如说，突然歹徒进了我们家了，是不是？进了我们家之后呢，我这时候叫警察也来不及了，我用我自己的菜刀把他砍死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警察来不及了，我自救啊，我用菜刀把他砍死了，我自救嘛。这种情况下，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应该惩罚他。这是我觉得第4点啊。第5点，上海市的老百姓为什么支持这个巴黎贝甜？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其实上海市当时的这些人道灾难就是你政府制造的。你想想是不是？上海市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它缺物资吗？不缺呀。在最困难的时候，那当时物资都堆积如山呐，是没有人配送，没有人能够配送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家里头，因为那些骑手啊，那些外卖企业都被政府给搞停了，没有办法配送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了，普通老百姓认为，你上海市当时的这些问题是你政府制造的障碍，不是吗？确实如此啊。
那么你政府一方面制造障碍，另外一方面你又惩罚那些因为你制造障碍而不得不违规的人。比如说巴黎贝甜，它是在培训中心里头没有这个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很多上海市的市民是没有饭吃的。这个时候，他如果能够用1天的时间紧急在培训中心申请下来生产许可证，他不就合规了吗？但你上海市政府，你当时提供这个服务了吗？并没有如果这个巴黎贝甜他申请了，对不对？你政府立刻就批了，这件事情也就不存在违规不违规的问题了。你是政府本身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另外一方面你又没有为这个企业克服这种障碍提供一个正常的途径，所以老百姓认为你政府本身在失职，你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你却去惩罚这些为普通老百姓享有一口饭吃的这样一个企业，这不正当。国内有一个作家叫10年砍柴，他写了一个字儿，是吧？那字儿就写的众生皆苦巴黎贝甜，什么意思说的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在疫情期间这么民生维艰了吗？想吃口饭都吃不上吗？结果呢，是巴黎贝甜给他们送去了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你政府就要处罚他。他这话说实在的没有写全，我再给他加2句叫做权力面前众生皆苦，人心面前巴黎贝甜。所以我们要讲到第6点，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法律之所以成为能够行之有效实质的法律，是因为它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内心根植的正义观是匹配的。我们内心里头根植的这种朴素的正义观西方的哲学家把它称之为自然法，咱们中国人不叫自然法了，我们就叫朴素的老百姓的内心的人心向背。这种人心向背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是左右不了的。所以你看巴黎贝甜这件事情嘛，你政府你可以处罚他，你可以处罚巴黎贝甜，对不对？但你改变不了普通老百姓内心里头他对正义的、对是非的那种看法。普通老百姓就是认为巴黎贝甜不该被处罚。比如说你成都，你可以抓热带雨林你可以说他寻衅滋事你比如说李文亮，你可以说他寻衅滋事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就认为这些人是英雄。这就是人们内心的正义观跟法律之间不匹配、不一致。但我想说的是你现在这种法律，你虽然在法律上你可以认定巴黎贝甜是犯法者，你可以罚他，但是你改变不了人心你能改变人心吗？上海市那些老百姓就上街去买巴黎贝甜的食物，就去买巴黎贝甜的那些蛋糕，说明什么？说明人心站在了巴黎贝甜这一边，他们认为他们不但没有违法，相反，他们认为巴黎贝甜这样的企业才是在疫情期间跟他们一起合力自救的那些合格的企业。我为什么说中国不要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丧失信心？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荒唐的做法，甚至荒唐的处罚。但是我要说，这些荒唐的做法背后，它从来改变不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内心里对正义价值观的认同，它改变不了。而这种普通老百姓内心的这种正义观，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能够战胜那些不正常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最终的力量。